非有消息，随着特朗普挑起的关税大战进一步的发展，传出吉祥航空准备暂停接收一架波音787-9的消息。还有新闻说，美国达美航空的老大说不会支付任何的关税，言下之意是1毛钱关税也不会掏。有朋友问，为什么航空公司不愿意支付任何关税呢？今天咱们来简单聊一聊。航空公司之所以不愿意支付任何关税，主要是因为飞机太贵和利润太薄。一架飞机动辄上亿美元，就算是只加10%的关税，那也是1000万美元。如果引进10架飞机，相应增加的关税就是1亿美元，而很多航空公司的注册资金也才不过1亿美元。民航业的利润非常薄，属于大投入小产出。全球盈利能力比较强的航空公司是阿联酋航空和达美航空，但即使在好年景时，每年也只能赚40亿美元。与庞大的资产规模相比，利润率大概只有 7%。 一些廉价航空公司有上百架飞机，但是每年的利润率不到 4%， 从每位乘客身上还赚不到1个美元。飞机成本在航空公司的总成本之中约占1/3，以租赁方式经营的话，每架飞机每天的租金大约是1万美元。如果以购买方式引进的话，以20年计算，每天折旧成本也与此相当。这样带来的问题是，如果增加10%的关税，航空公司铁定赔钱，不会有任何的回旋余地。如果所有的运营商同时增加成本，或许还可以靠提高票价来应对。但问题是，达美航空比较多使用空客飞机，美国4大航司中的另外3家则比较多的使用波音飞机。行业竞争如此激烈，如果达美航空同意从欧洲引进空客飞机时支付10%的关税，无论如何它都会死掉，这个成本是消化不了的。相同的例子也发生在欧洲，欧洲最大的廉价航空公司也就是瑞安集团拥有近600架波音737。如果欧洲对美国产品加收进口关税，哪怕只有 3%， 瑞安航空的利润会基本消失，瑞安的存在将失去意义，投资者将会撤资，董事会将会解散，顷刻间灰飞烟灭。它留下的空白会由欧洲那些使用空客飞机的航司来填补，例如威兹航空、易捷航空和福林航空等等。现代关税制度是100多年来沉淀和稳定下来的，如果要改动，需要特别慎重。特朗普即便是追求贸易公平，也不能随便用上涨关税的办法来试图解决。所以并非航空公司1毛钱关税也不愿意掏，而是真的掏不起。航空产业的跨国内容太多了，很多航材都需要进口，一旦真的上涨关税，很多航空公司就直接关门算了，根本没有经营的必要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